Hello，大家好，我是小甘。今天又是我们久违的开箱环节。与之前所不同的是，就是之前开了几个大家伙嘛，比如说像那个 Rocna， 还有那个 EF1000 DAC， 动不动都是10几20斤的大家伙。这一次我们要来开一个特别迷你的产品，就是这个来自 AK 最新的一个播放器 SP3000M。这个机器部门大家说啊，这一次也是冲了这个首发。因为咱们在这个之前的视频里面，我已经无数次的就是呼吁过吧，希望 AK 能够出一个小的，但是声音又很好的一个设备，千万不要像说SP3000或者说 SP3000T 这样的最口袋的。我周围有些朋友跟我说，那个裤子口袋都要被它磨破了。如果说 AK 能够出一个就是重量只有它的一半，然后体积也可以缩小一点，然后声音能有个90%，或者说哪怕甚至于80%吧。但是所得来的这个便携体验是3000所无法比拟的。那么这个时候，哪怕声音有一点点的降低，我周围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就像当年的 SP1000至于 SP1000M 一样。但是有一说一啊，当年 SP1000M 的时候，那个声音有一点点软，就是声音它没有滋润起来，声音有一点软绵绵的感觉。这个当然是 SP1000M 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 SP1000 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那么重，对吧？它用的那个材料远没有说3000这么夸张，所以当年 SP1000M 它的一个整体的销售情况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基本上都去选 SP1000了。而这一次 SP3000M 的话，算是第3款衍生品吧，因为第一个自然是 SP3000，然后第二个是 SP3000T， 也就是加了电子管的，然后第3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的 SP3000M 了。那照例在开箱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几分钟时间，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产品。这里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去的这个夏天，特别是上海这个温度，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我是在有3000的情况之下，然后去选择这个3000M 的。原因就是这玩意儿声音是真的很好，但是这个重量我实在是吃不消，特别是在夏天用的话。我有一个小包嘛，但是夏天用的话也实在是太累了。然后为此我有这玩意儿我们没有卖啊，就是这个节奏坦克的这个 V3D，V3D 接了一个乐比的 W4 这么一套小尾巴，这线也不是我们卖的，希望老板看到不要打我啊。这个线我是在闲鱼上面找师傅定做的，还蛮好的。这样的话放在口袋里面，它不会有什么问题嘛。然后有朋友看到这里可能要想的，V3D 不是没有那个磁吸环吗？您可以在淘宝上面买一个这个配件，连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和它，对吧？非常好。这里是 Dignis 的那个 MaxF 配件，然后这个是一套，然后这个也是一套，这个是我们卖到了，是我们那个 M1 Plus 绑了一个乐比的 WR Ultra。我对乐比的这个尾巴产品还是非常有好感的，所以说基本上尾巴这一块都是用的乐比的。然后这个机器的话，大概它的一个续航大概能达到13到15个小时，这一套的话差不多7、8个小时。M1 Plus 也是一台非常好的设备，用播放器去绑尾巴这个玩法可能有一些问题啊，大家理解一下。有的时候就是喜欢折腾，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很多播放器，比如说像 AK 啊、凯音啊、乐比啊等等，他们都有那个模块化嘛，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模块化来实现声音的一些调整。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质上面也是一种模块化。作为一个直男吧，就是喜欢折腾这些东西。然后这里有一些连接线，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它本质上面也是一种模块化。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去加耳放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去玩的。然后这个东西更是一个模块化了。它是一个 Mojo 加 Poly， 这一套设备放在口袋里面也不怎么显累赘了，就是它这个续航有点短，大概只能听6、7个小时。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夏天所使用的一些设备。大家可以发现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它的一个重量还有体积它都不是特别的大。比起3000或者说精装2代，还有比如说像 N30LE 啊，还有 M9 Plus 啊这些设备，它都是要小一圈的。虽然这些设备的音质赶不上 SP3000，但是它换来了更加方便的使用体验以及我们的日常携带。我始终认为，就是一个播放器，只有说你越愿意去用的时候，这个设备才拥有了更多的一个价值。这也是为什么首发冲了 S10 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呼吁了这么久的这个小型化 SP3000，人家厂家既然出了，那不冲一个首发说不过去，对吧？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许愿许成功的，因为 SP2000的时候它是没有 M 版，也就是迷你版的，然后到3000它又出来了。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开。非常的激动啊！虽然这个机器之前已经在展会的时候摸过一把，但是这个真正拿到手之后，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包装和之前的 AK 产品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一个塑封，然后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打开来看一下。不错啊，这一次它给了一个木盒，因为3000的话是没有那个木盒的。然后两边各有这个，我给它撕开。其实 AK 的配件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无非就是机器，然后我拆一下，里面一根 C2C 的线，现在都已经更新掉了，对，一根 C2C 的线，然后一个皮套，还有2张贴膜，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一次给的这个保护套，我之前有看到过网上的那个图片，但实物还没有见到，来看一下。这里还有送一张认卡，60天免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研究一下。这次这个套这个颜色我没什么特别挑剔的了，比之前那个 SP3000比这个绿的好看，对吧？这个膜等一会儿再贴。如果说您是在我们门店购买的话，我们的同事会帮您贴好的。这次这个 SP3000M 对比 SP3000，在外观上面有3个点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取消了 2.5，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2.5 彻底沦为了历史。第二个就是这个音量。这个音量这里这一次没有集成那个电源按键，因为之前的3000的话它是按压式的嘛，然后还有那个 LED 的采样率指示灯，这一次是没有电源按键以及采样率指示灯的。第3点的话就是这个屏占比，之前我有看到有朋友说哦，这一次这个屏占比比较夸张，那对此我的一个看法是，这玩意儿毕竟是个播放器，对吧？所以我觉得还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占比，就是区别还是客观存在的，比这个3000这个下巴要大了一圈。但是最重要的啊，还是这个体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体积多么夸张。我相信这个设备，如果说您放在口袋里面，哪怕用1天，它的这个坠落感也不会特别的明显的，因为它的这个重量和我们的手机差别不大。然后内在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电池容量和 SP3000发生了差异，它的一个电池容量是4200毫安的，然后 SP3000是5000多的。但是换来的续航居然没有降低，是的，续航没有降低，甚至于在官方的这个参数上面啊，比3000还要略长一点点。那具体的这个续航的话，需要我回头仔细的去测试一下，看看这个续航能力到底如何。但是就我使用 SP3000的这个经验来看，它的一个续航大概可以达到7小时左右，基本上满足这个2天的这个使用问题不大。因为我们每天上下班的这个通勤时间来回大概是3个小时，所以这个设备我基本上2天一充问题不大。那这个 SP3000M 的话，我期待它可以3天一充，每天3个小时在路上来回用这个 SP3000真的是有点罪手，特别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您想从这个口袋里面把它拿出来说去选个歌曲，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放在口袋里面，然后这里插这个耳机，你从里面拿出来，然后再去选歌。所以 SP3000的这个体积和重量，就是这么长时间通勤以来，确实有一点点负担了吧。3000M 再感受一下，放在口袋里面，用一个成语来说的话，就是轻若无物，就是这么夸张。它的一个重量是237克，而 SP3000的话是493克，一半都不到。然后背面的话，这一次的材料与3000保持的应该是一致的，依然是这个陶瓷的。这一次 SP3000M 与 SP3000在解码方面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都是4颗4499EX 加2颗4191的一个组成阵容。因为我们知道 SP3000T 它是少了2颗4499EX 嘛，但是这一次 SP3000M， 我又给你加回来了，这个可能也是 AK 所给我们的一点小小惊喜吧。然后左边3个按键分别是上一曲，然后播放暂停以及下一曲，这个按键是可以盲操作的。打开播放器，之前一直没有说过这些按钮的作用，这一次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里歌曲大家打开机器之后开机就会有，它一共有6首，它是设备内置的，用来试音的这个歌曲。然后唱片集、艺术家这些都不用讲了。然后重要的在于哪呢？就是这个收藏夹。这个收藏夹您如果说回到刚刚那个音乐，比如说随便点一首，点一下这里的这个爱心，然后您再回到这个收藏夹，就会发现这一首了。一共可以收藏1000首音乐，我相信应该是够用的。如果说不够用的话，您还可以创建播放列表。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文件夹，
大家会发现啊，就是收藏夹与文件夹它是在后面的，那怎么把它调到前面去呢？可以通过点击点击最右边的这个按键，把我们常用的这些功能啊，把它拉到上面去，在这。好，现在我已经调整好了文件夹、收藏夹、播放列表。然后这里有一个 HD Audio， 这个意思就是您的高码率还有 DSD 文件，您可以在这个 HD Audio 这一栏里面找到。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换一台手机的话，大部分都可以用线把数据进行一个传输，或者说 WiFi 传输，对吧？那播放器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互相的一个传送的，所以您播放器内置的这个音乐需要您手动的转移到电脑里面，或者说您电脑里面有备份的话，那是最好的。然后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啊，是更加倾向于就是插一张卡，因为现在这个 TF 卡的价格相当的优惠了，比如说像那个闪迪的512的，也就300多块钱，然后1T 的话是500-600，对吧？一张卡的话可以够我们听很久很久了，所以这里也会建议大家优先把自己本地音乐放在这个 TF 卡里面，然后流媒体的话就放在机身里面，把它分开，这样会更好。当您就是以后换机的时候，比如说从这个 SP3000换到 SP3000M 吧，您只需要把这个卡插进去就可以了。那说到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把我的收藏，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收藏夹里面的歌曲转移到新的设备。那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路，就是您进入这个设备之后，这里收藏夹嘛，您把这些音乐全选，然后单独保存为一个列表，一旦保存之后，它会在机器里面生成一个 M3U 格式的播放列表。这个播放列表您放在这个 SP3000M 里面，它依然能认，只需要您的音乐文件的位置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说您听音乐很多的话，想必就能明白我这一番表达是什么意思了。就是您收藏了几百首、上千首，但是换了一个新设备之后，又要重新去点一下，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折腾的事情。然后这里再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WiFi 就是无线局域网，然后蓝牙 DAR 的话，它是一个声频啊，它这里可以把它打开，声频的2种，分别是 PCM 还有 DSD 2种，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调整。我自己一般是不开的，因为特别耗电，而且音质提升不是特别多吧。AK Connect 是可以通过 DLNA 进行一个推送，比如说您家里有 NAS， 就可以把这个 AK Connect 打开之后，连到您家里面的那个 NAS 去读取 NAS 里面的歌曲。9out 就是线路输出，我们打开之后可以去连这个第三方的耳放啊之类的，长按进去之后，它还有更细微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输出电频，一共是有4档。如果说您连耳放觉得有一点爆音的话，把这个电频值给它降低就可以了。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就是这里的这个操作习惯可能跟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可能不太对应，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进设置之后，可以在这个通知面板里面把这个进行一个详细的设置，因为它这里还有几个小的，比如说我习惯于把这个锁给它拉上来，因为这个锁就是锁定音量的，一旦开启之后，屏幕关闭，这个音量调整是不起作用的。还有这个车载模式，虽然我也不怎么用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来进行一个调整。对，直接拖就可以了。这里是这个服务，也就是 AK 自带的这个商店，我们可以在 Download 里面找到就是相应的下载。强烈推荐大家去使用的叫做谷歌输入法，它在白名单里面的输入法也只有谷歌输入法啊。大家可以装一个那个谷歌输入法之后，可以把它原本的这个智障输入法给它替换掉，我们的这个输入体验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然后还缺一个就是我使用的比较多的叫做网易云，虽然它这里没有提供啊，但是我们可以手动的去下载。然后剩下的这个设置和我们的手机基本上就是大差不差了。然后这一次还有一点选择这个设备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设备的运行速度，也就是它的 CPU 和 SP3000是一样的，都是高通的骁龙6系 CPU。虽然这个 CPU 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啊，它是不怎么够看的，但是它处理我们的这个 QQ 音乐、网易云、Spotify 这些基本的音乐 APP 是属于绰绰有余的了。其实之前我也买过一个那个 SR35， 但是 SR35 这个设备不瞒大家说，就是虽然续航很顶，然后音质的话在5000这个价位几乎找不到什么对手，但是它的系统实在是太卡了，就打开一个网易云我可能要等30秒以上，那这个等待时间对于我这种急性子来说，可能热情度已经过去了。而这一次 SP3000M 它不一样，它和 SP3000采用的是同样的这个 CPU， 它的一个运行速度是非常快速的。等一下这里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第一次登录之后啊，它这个因为有一些缓存，这个图片啊、歌单啊什么的，它要进来，所以它速度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卡。我们稍微给它一点点时间，像现在。然后这个的话是支持那个快充的，以及传输数据。如果说您是在苹果电脑上面用的话，需要安装一个那个安卓传输助手，才可以把这个数据给它导过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了。感谢大家听我唠叨了这么久。接下来我们回归到一个播放器的本质，也就是音质层面。
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个播放器的功能啊、材料啊、电池啊等等各方面。但是我相信一个播放器，如果说它的声音做得不好的话，它的功能再丰富，它的体积再小，它的价格再低，我们也是不愿意去用的。所以在我看来，一个播放器的核心就应该是音质部分，而不是其他。我们为了音质可以舍弃掉很多东西，比如说重量、操作、功能等等，我们都可以舍弃掉。是的，也正是因为音质这2个关键字，所以说哪怕 SP3000 它这么重这么大，但是它在上市后的2年之内，它的销量都是非常平稳的。它的一个用户口碑以及和市面上90%以上的耳塞所搭配出来的兼容性，都是值得称道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它的硬实力足够的强悍，所以 SP3000 才能在2年多的一个销售周期以内，它能保持住它的这个价格。是的 ，SP3000 虽然上市已经2年了，但是它的这个价格非常平稳，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变动吧。甚至于被一些朋友吐槽的说啊 ，AK 换个壳子又来圈钱，对吧？黄金版、铜版、铂金版。但是不瞒大家说啊，除了那个铂金版还有一点点库存以外，那个黄金版和铜版限量都销售完了。所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家对于 SP3000 系列是持一个认可的态度的。如果说大家不认可的话，相信我，这玩意儿绝对站不住，而且还能站到今天。SP3000 作为一个系列，就像前面说的 ，SP3000 是第一个 ，SP3000T 是第2个 ，SP3000M 是第3个。那这3款设备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在我看来啊，这3款设备是同级的关系。原因就是在我仔细的听了 SP3000M 的声音之后，我认为 SP3000M 对比它的前辈，也就是前面2款产品，它的声音没有出现任何的降级或者说削弱，与我们之前的 SP1000M 至于 SP1000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 ，AK 的 SP3000 系列一共是3款产品，这3款产品之间只存在风格的差异，而不存在数值的差异。也就是说，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而如果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自己是一开始用了 SP3000 那个铜版，后面用了3000T， 然后现在用了3000M。从我个人的听感角度来讲的话，我在更换这3款设备的过程当中，我没有感觉到说那种就是落差感。而这一次 SP3000M 至于 SP3000， 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多朋友都在寻找的。对此我的看法就是，我相信给我们盲听的话，不一定能听得出来这2款设备说一个是27888，另外一个是17880，存在1万块钱的这种差价，我相信不太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会推荐大家更优先的去购入 SP3000M。而至于 SP3000， 因为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朋友买的播放器，它不是像我这样在通勤的路上用的，它是在办公室啊，或者说是在家里用的，这个很常见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您如果说是在固定场合用的话 ，SP3000 依然是值得您去考虑的。只是说对于我这种通勤来用的话，我认为 SP3000M 就非常的香了。那么 SP3000M 和 SP3000 音色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就我的听感而言 ，SP3000 是一种稳扎稳打、沉稳大气的一种风格，这种声音它不会给您任何的渲染的。甚至于我们圈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SP3000 接什么耳机都好听。是的 ，SP3000 它对于耳塞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就是接上去之后，它可以把耳塞的短板给它补上，然后把它的优势进一步发挥，这就是 SP3000 的魔力所在。但是这种声音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它会存在一个微小的问题，就是它缺少一些自我表达，它的个性不是特别的强烈。因为我们知道，像那个索尼的金砖，就是有一种金碧辉煌的那种听感嘛，或者我们俗称叫殿堂感。而 SP3000 的话，它就没有这种感觉，它没有添加太多的色彩在里面，这种音色非常的自然，泛音丰富，并且柔和耐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就是 SP3000 这种音色，您可能能听过2个小时，甚至于4个小时，您不会感觉到听觉的疲劳，因为它的这种音色，它就像一条小溪一般，就是缓缓的流淌过去的，一切都是表现的那么的自然，那么的随和。而 SP3000M 不一样，我认为它有一点点自我表达的色彩在里面了，但是请放心，两者的素质是一致的，只是说音色方面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具体来说，两者的框架都是一致的，声底也是一致的。在声场的表达方式上，两款设备都是大声场的构建方式，更多的差异出在2个方面。第一个是 SP3000M 的高频，我认为 SP3000M 的高频延展的更加到位，它会更亮一些，给人一种一览无余、晴空万里的感受。当然了，这种高频是否是绝对正确的，我认为这个答案或许要交由您去寻找。只是就我的听感而言，我是能听得来的，因为它的这个高频一旦上去之后，您听一些小提琴啊，或者说 ACG 啊、女声啊、钢琴啊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速度感会变快，尤其是听 ACG， 它本来就需要高频能够更加的亮堂一些，这会给音乐注入更多的活力。第二点的话就是声音的通透度。
这里不是说 SP3000的通透度不好，而是说 SP3000的这种通透感，它是建立在模拟的基础上面的。就像我老早之前针对 SP3000评测的时候说的那样，就是它是一个模拟与现代结合的产物。而 SP3000M 的话，我认为它的模拟感依然在，只是说没有 SP3000这么的浓烈了。SP3000M 的声音，我认为会表现得更加的现代，它的一个声音通透度，我认为是比 SP3000可能还要更强上一些的。也就是说，您会感觉到您面前的这个音乐是1、2、3、4呈这种层次感1、2、3、4的铺开的，并且这其中还有充足的能量。这一点，如果说您去搭配一些后声的耳塞，最典型的就是 Novus， 我相信这两者结合起来之后，会给您的听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 Novus 本身就是有一点点能量淤积的那种感受嘛。就是低频这一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拖，用这个 SP3000M 之后，用 SP3000M 搭上去之后，绝对能够起到一种相得益彰的好效果的。注意，我这里讲了2点，其实无关好坏，关键看您自己怎么选。我2款设备我都能够听得来。甚至于现在更喜欢 SP3000M 多一点，因为它的声音在我看来，它具备更多的活力、弹性，还有青春感了。而这2款设备在驱动力方面，我认为没有什么差异的。SP3000能推的耳塞，用 SP3000M 都能推。而头戴的话，如果说 SP3000推不了，那么 SP3000M 也照样推不了。最后简单说一下 SP3000M 的这个适用人群，我想打个比方，就是我自己是有那个 A7R4 的，然后我还有那个 A7C， 原因就是 A7C 它很小，而且它的一个画质其实并不见得比 A7R4 差太多，对吧？所以我现在反而 A7C 所使用的这个几率，不夸张的说，可能是 A7R4 的这个10倍都有了，牺牲一点点的画质。但是换来更加便携的这种使用体验，在 SP3000M 和 SP3000上面也是一样的，两者之间甚至于没有数值上面的这种等级差异。就是您现在手头有一个旗舰播放器，包括但不限于 AK 的啊，比如说你有金砖2代啊，或者说 SP3000啊，或者说其他品牌的吧，您会发现这些旗舰播放器它的一个体积与重量都挺恐怖的，哪怕像我们销售的那个30M9 Plus， 对吧？那个体积是真的蛮大的。您一直在想我能不能够找一个小巧一点的，但是声音又足够好的一台设备，能够方便我日常的这个使用。现在好了，有这么一个答案，也就是 SP3000M， 我认为这个设备绝对可以满足您的这个需求。千万不要看它小，这里我又要唠叨了，千万不要看它小，它的一个声音绝对不见得比您我手头的这个大砖头要出现一个落差。SP3000M 我相信会颠覆这种看法。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您一直以来对于 AK 的设计、AK 的 UI 还有 AK 的操作都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对于 AK 旗舰机的这个售价，也就是 3000T 和3000都是2万多嘛，然后对于他们的这个重量都是有点无力吐槽的。那这个时候，随着 SP3000M 的上市，我相信这个时候你应该可以看起来了，它在体积、重量、续航以及功能性各方面这几个维度上，达到了一个很难让人挑出毛病的平衡点。这就是 SP3000M 真正厉害的地方。说了这么多，其实对于 SP3000M， 我只有6个字的总结，那就是足够好，足够小。好了，那关于 SP3000M 的开箱，今天咱们就做到这里。接下来我要去贴膜了。这台 SP3000M 在我们原生态的各大门店，接下来都会陆续的有样机提供试听。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来试一下，看看效果到底如何。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开箱再见，拜拜。